我拼尽全力化为人形，如今看来，倒不如做回一条鱼，从此无喜无忧，还更自在。我儿与招兰在这里过得可好啊？这玄心崖仙气果然不凡，你们二人不日便要化形了。敖玄，为父再传你一套聚气心法，你带着招兰好好修炼，她可是你未来的王妃。希望你们二人早日成行，成为我龙族的佳话。这欢聚和美的场面，我也曾经有过。然而，再好的日子，眨眼间已成往昔。师父陨世，一切回到最初，我依然不过是一条孤零零的小黑鱼罢了。师父，若你还在，一切是否会不同？是我太贪心了吗？看着你在我身边叽叽喳喳，又笑又闹，当时只做是寻常之情。如今看着你也待别人这样好，为何我会如此难过？无妄之祸，小人帝君平日和气为风，竟会被他害得这般凄惨。各路佛祖天尊，我之前都是开玩笑的，我只是想摔他一跟头，没有害人之心。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再计较了。现在我重新许愿。我希望迎元君伤愈复明，依旧是那个威震三界的帝君。我这藏书阁又不是什么禁忌之地，你怎么每次专挑黑灯瞎火的时候来啊？别看了，严旦不在。我又不是来找他，我是来……得了吧，只要他不在，你别跟丢了魂似的。书上说，你这叫害了相思。
相思？什么是相思啊？你可算问对了人。相思嘛，那就是恨不得时刻和他在一块儿。他若笑，你便不胜欢喜；他若哭，你便五内如焚；他若是为别人哭笑，你就会如魂飞魄散般痛苦。凡人云：平生不会相思。这诗曾在严诞的戏中出现过。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于墨，你不要命了？啊！动情可是要犯天条的。难不成是严诞拒绝了你？我失约了，他也失约了，可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我到底有没有去过。你说的这般凄惨，你们吵架了？我认为有来有回才算争吵，可是这些皆是我一人的心思，严诞全然不知。哎，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告诉他。黑土，瑶池盛宴，你为何没来啊？他去了呀，只是晚了些。来得晚一些，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？那下了戏台，你又去哪儿了？我不能说，因为我答应了别人。那还有，我们约好一起放龟，我在藏宝阁等了你好久，你为何也没来？昨天晚上东海龙王在玄心崖传授妻子心法之时，我在一旁偷学来着。我是学得太入迷了，所以忘了时间。严诞，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吧。我呢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，我倒是不介意。那个龟小弟怎么办？东海龙王身上有旧疾，每次上天庭之时都会带一些仙药下去，那仙坛之中装满了仙药。我们可以找机会把小龟装入仙坛之中，他便可以把它带下凡间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们约好一起放龟小弟，到时候你可要记得赴约啊。那你们先聊吧，我还有正事儿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心里话？我认为有些话一旦说出，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对吗？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进取心都没有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想做夫妻的朋友。什么夫妻不夫妻的？别乱讲。我只想守护他一生，我不想让我的心思成为他的烦恼。祝他一生喜乐，我便足够了。无妄之火，剧毒之手，种之非死即入魔，无解。他的伤，竟然真的会死。我最近又新得了一副未解棋局，帝君快来看看，能否破解啊？宁渊，此番大战由你亲自领兵，仙界必定凯旋而归，我也放心去了。保重。
团，我们就可以相聚。应元君，你醒醒！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是想不来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变成鬼来索我的命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来此处解决这件事情，估计下半辈子都要做噩梦了。三界没有鬼，你不要再次胡言乱语。你没有见过鬼，难道就真的没有鬼吗？万一你以后变成鬼了，那我倒是找谁去啊？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是天善殿刚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有汉丹清香？它难道是银丹？怎么了？你觉得不好吃啊？唉，看来天善殿的厨子该换一换了。口气语态，皆是他的样子。回音堂不会认错，可我如今轻装，绝不能问，也不能留他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？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，我要是变成厉鬼，第一个找你去索命。你刚刚不是说三界之内没有鬼吗？鬼神之说只是无稽之谈，但是皆因心病而起。我现在看你这样郁郁寡欢的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如这样，我拿个枕头过来，在地崖陪伴你，这样我心安一些，估计也就不会做噩梦了。当真和以往一般无赖，我随时可能毒发，如何护得住你？你若真是担心的话，那我便赏赐你个物件。把手伸出来。这是我私创的不离锁，入尘为开，破空为闭，如此你便安心了。我知道，你给我这镯子呢，是怕你火毒万一发作的话会伤到我，让我阻止你靠近我是吧？可是镯子可以防得住人，可防不住鬼哦。你这小仙怎可这般无赖？当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？放心吧，伤不到我的。我带了匕首护身，只要你敢靠近的话，我就哼。反正我这个人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要照顾你，让我变得心安。就算你是邪神玄香，我也不怕。玄香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元君。快走！快走！我不走！走啊！
夫人，夫人。 我该怎么救你？我该如何救你？可错过，可养回，放左右情人的背。天医馆真的是财大气粗啊！100年的灵虫，1000年的玄冰，还有盆儿一样大的灵芝。不如都拿去给银元君试试，能延缓点毒性也好。元旦，你看，这个应该就是天庭赐予东海的药坛吧？太好了。 龟小弟，你的愿望就要达成了。等到了凡间，就不会有人乱翻你了。今日我们救了你一命，你要记得我们。嗯，我会想你的。来，医书上白纸黑字写着：“无妄之火，唯有4叶撼淡之心可治。”为何非要去寻别的法子？如今瑶池里的莲花都被摘光了，花粉也磨了几大缸，还不是毫无作用？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剜心者痛不欲生，先例大减。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4叶撼淡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你用绝尘术把我给隔绝了，那声音隔绝不了呀。银元君，你把自己关在地下这么久，是不是许久没有听到外界的事情了？要不要我给你讲讲？你想听军事啊、政事啊，还是八卦？我知道，定是八卦是不是？巧了不是？正好有个新鲜的。前几日有一对偷偷相恋的仙官被人发现了，他们为了不再分离，就双双跳下了无桥。哎，你说这天规啊，真够迂腐，活活的害死了一对相恋的人。擅自跳桥者，乃天条重罪；跳桥者，堕出3界，仙灵尽毁。虽说并非必死无疑，可幸存者也难免无力为先，只能忘记前尘，化为凡人，历经人世之苦。这么说，就算不死也会掉层皮啊！像我这样灵力低微的小仙士，若是跳下去，肯定就灰飞烟灭了。休要胡说！你若遵守天界律法，断情绝爱，就不会有那一日。要我说，你们上神怎么一个个这么古板，还怎么带领9重天进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我不过调侃你几句嘛，你编出这些吓我干嘛？干嘛呀？别追我！这是修罗王令，创世之战后，
他们已经在这里封印了1万年，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解开了你！我只是想挖个地道给你送药，没想到这封印这么脆弱。又来！何人如此倒霉？可知我任魂剑重见天光之日，便是他命丧黄泉之时。修罗族尊主玄烨为害6级，已被诛杀。你为他佩剑剑灵封印于此地，已有屠戮之罪，你休得造次。任魂只认宿主从不低头，除非剑断魂亡。你有重伤，估计打不过他。我去叫天兵天将来帮我们。应元君，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此血，你竟是……竟然是我修罗族的后人！你为何在天界藏匿，和众仙同流合污，危害我族？你可对得起你体内修罗族的血脉？应元不是天生仙胎，修习成为天界帝君的吗？怎么会是修罗族人？修罗族涂炭生灵，罪无可赦，除恶务本，以慰苍生。此女知晓了你的修罗身份，你还要护她性命？修罗血脉本就是我的罪孽，我绝不会因此牵累旁人。你都这般模样了，还这么倔强？你身负创世之战，殒灭了万千性命，满腹戾气，应当就此服罪。天地一变，正邪轮转，我倒是长眠够了。任魂剑灵，今日脱离旧宗，易主归顺。应元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无妨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
正好和此剑一同陨逝，这世间就再无修罗族之患。刚才那剑灵说，你是创世之战所灭的修罗族后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。没想到身为帝君，也有这样悲惨的过往。他定是自责身世，所以才如此克己复礼。这神树怎么了？怎么掉了这么多叶子啊？5日之内，神树必将枯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快走！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？走！叶儿君，糟糕，又毒发了！定是刚刚救我的时候损耗了太多的仙力，好烫啊！还好我在天医馆找到了这些千年玄饼，也不知道管不管用。从前在延续天宫，我盼着你有朝一日仙力尽失，让我好好捉弄一番。如今真的如愿，我却并不开心。如果可以，我宁愿回到从前，你还是那个神通广大、日日欺负我的小人帝君。糟了，怎么结冰了？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遗忘岁月凉。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惊觉相思不露，
原来只因已入骨。这字戏里写的情不知所起，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曾说，若有一日我犯了情戒，你绝不容情。如今一语成谶，若你知晓我心，真的会为了天条杀了我吗？应元君，你醒了？哎，别动别动，快躺下，躺下。你做了什么？这些是热水袋，给你暖身用的。你刚刚冰浴伤身，若是不拿这些热水袋好好的捂捂身子，等寒气逼到了你的身子里，你就没有办法痊愈了。那时候走都走不了，就变成瘸子了。胡闹！啊，小心啊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不就瘸了？让你不老实。你的伤势还未痊愈，不要再这样多动多闹的。若是你真的觉得很无聊，我们不如给这屋子取个名吧。早就听说应元君你文采斐然，恰好小仙平日酷爱诗文，不如我们比试一下。应元君应战。既然你现在想不出来的话，哎，算了算了，那我先来写。这字迹，哼！我果然没有认错，真的是你。我想到了，就叫诞神殿好不好？这个寓意呢，象征着以后在此居住的人都可以晋升上仙。这回该你了。九重天上，只有你胆大妄为，又如此性情。你怎么了，应元君？你没事吧？你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我晕厥前，他曾要渡我邯郸真气，这伤莫不是我所致？将死之人，纵是知晓你是谁，也毫无意义。我不能再伤了你。你今天怎么这么好心要给我疗伤啊？之前与刃魂剑灵相斗，把你的簪子弄断了，就当是赔偿了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把头伸过来。
你带上它，日后受伤便可痊愈。我们才相识几日，你又是送我镯子，又是送我簪子的，莫不是你不会喜欢上我了吧？啊，去哪儿啊？屋子的名字还没取好呢。身受忌讳，帝安荒退，况如前景，不愿苟活。你最后用了谁起的名字？我在2个名字当中各取了1字，结合了一下。哪2个字？你还是不要知道比较好。林元君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往后，苍生安宁你来守护，你的安康我来守护。一心向死之人，纵览美好之物，或可对尘世重新生出热望。都说菡萏之花沁人心脾，可御万物，既能闻到花香，又可以压制毒性，他应该会喜欢吧。地暗环境，幽暗阴冷，不适宜草木系神仙修行。他常待于此，定有损耗。我终要身形俱灭，未能给你留下这一片寸光。应元君，你说真是奇怪了，这地崖一夜之间长出个莲池，而且里面开满了莲花。这屋子刚才还阴暗呢，现在一下阳光普照，真是一个好兆头。地崖阴气太重，植被不盛，怎会开出莲花？是真的，我不信我带你去闻。来，这边，走吧。慢点儿。这幽香可真好闻啊，比起瑶池的莲花也毫不逊色，甚至更妙呢。应元君，你看啊，这荒芜的地崖当中都可以生出这么好的莲花，你也要更加有信心啊。香气熏人，惹人心乱。那我带你回屋吧。屋里闷，出来透透气罢了。死鸭子嘴硬，明明心里很受用嘛。
来这边看看。前面这一片就是莲池了。幽渊君，这地崖早晚都会草木繁盛，生机盎然的。这么美的景色，若是你能够看到、感受得到，你一定会充满生机的。我看不见这景致，别再浪费你的口舌了。没关系，我有办法能让你看到。